大家好，我是技术人 Ron。我看中文圈很少人做跟卷的介绍影片，对于一些想体验的来讲，可能不好找到相关的资讯，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我上周末去参加 Garena 跟卷的心得。那在开始分享之前，可能有很多人不太懂跟卷这个活动，特别是疫情结束后，中间有一个年龄的断层。年轻一点开发者可能比较少机会接触到这类的活动，所以这次影片主要会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的方式来分享一下参加活动的心得，最后也会分享一下我们这组做的游戏。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跟卷。这个活动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体验开发游戏的乐趣，用一个周末的时间，通常是2到3天，马拉松式的把一款游戏做出来。活动主题只会在正式开始前公告，等于是完全即兴的去创作。那如果各位有参加过联测松或黑客松之类的活动，就会比较好理解。只是跟卷比较没有竞赛的感觉，更多的是制作游戏上的交流，相对起来体验就会比较轻松无压力。那我自己最初看到的时候就想参加了，加上去年也有做相关跟卷介绍的影片，但都是很久以前的经验。想到自己太久没有参加，去介绍跟卷的话，会不会资讯有点太落后？所以就想说报名一下。但今年的规则比较特殊，它必须单人或是6个人为一组去报名。加上我第一次参加，我想要找个伴一起很 chill 的做游戏，所以只好向公司请求支援，看看能不能凑到6个人。不然我就要去担任野牌了。没想到公司的老大同意，然后同事们也都有兴趣，所以顺利凑满6个人可以组队。但与此同时，老大也给我们一个任务，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可以加入公司的 IP。然后因为我知道公司的成员很多都不是游戏背景的人，所以为了降低所有人对不熟悉领域的心理负担，增加参加意愿，我一开始在找人的时候就有说，请大家抱着开心的心情去参加比赛，反正最后我一定有办法让游戏可以完成。所以最终我又带着2个主要的任务去参加跟卷。OK， 那重点分享一下这个活动的细节。这次的 Garena 跟卷是第3届，本次是由 Garena 跟雷亚共同主办 ，AWS 协办，算是非常豪华的阵容了。那这次活动总计有20组，大概100到120名成员参加，是一般的跟卷人数的2到3倍。而且以台湾现有常驻有在办跟卷的活动里面来说 ，Garena 跟卷算在活动提供协助，不管是吃的还是喝的，还是场地上都非常的大方。比如说这次的场地就是由 AWS 提供，在101旁边的南山广场，空间很大，可以看到场景，旁边就是101。但是我忘记拍了。另外这边讲一个好笑的事情，第一天报到之后就会拿到参加者的名牌，不过我没有想到当初报名表乱填的一些介绍，结果真的印在名牌上。那时候我以为这只是给单位根据技能去分配成员用的，没想到会印出来。早知道我就在上面写说负责打酱油就好了。所以各位记得报名的时候不能乱写啊。接着活动开始之后，会稍微介绍一下活动的时间跟规范，以及最重要的主题。那这一次的主题是一玩再玩。这个主题我自己觉得在跟卷的时间压力下算是蛮难制作的。那知道题目之后，就是正式开始制作游戏了。整个活动表定上是3天的时间，实际上大概只有2天左右，加上中间可能会安排2到3次的发表时间，然后没有过夜，附近的旅馆也贵贵的，通勤成本就会增加。真正可以做的时间其实算是蛮少的，所以大部分的团队基本上都会从讨论阶段就降低制作的难度，主要就是让作品可以在时间内完成。此外，除了开发以外，这次活动还有多利多汁跟红牛的赞助，可以看到桌面有大量的红牛跟多利多汁饼干，还有工作人员一直补充新的饼干，这边我就没拍到了。然后早上还有不便宜的咖啡可以喝，而且听说之前几届都没有提供，这届真的蛮爽的。不过感觉咖啡跟饮料的钱可以跟午餐balance一下，因为活动是没有提供午餐的。不过可能考量到商业区的关系，要处理午餐成本可能会很高，所以才没有提供午餐。那晚餐有提供，第一天是麦当劳，第2天是披萨，就是方便简单可以搞定的食物。但以我自己的标准来讲，免费的活动有提供东西吃就算不错了，而且咖啡是真的不便宜。最后颁奖结束后离开场地时，还可以拿到纪念小礼物，真的是太爽啦！这时候就要忆当年了，这活动有吃又有拿，哪像我们以前参加跟卷哪有这么爽？一般都要找一个最没用的负责去买饮料跟买饭，其他人就边工作边讨论。吃饭要自己处理之外，回旅馆也要继续弄，甚至为了省钱才轮班制，可能订一个双人房，然后轮流回去睡觉跟洗澡，明天再准时到会场，真的是很辛苦的，在3天内把一款游戏做出来。那现在有 AI 之后，基本上就是让 AI 多个 session 去跑，剩下的时间几乎都是在聊天跟确认需求。甚至我这边的组员一边开发游戏之外，还一边工作，反正都是交给 AI 去跑而已。我自己制作起来的时候也是蛮糗的。OK， 那讲完活动流程，我来分享一下我们这组开发的游戏。其他游戏因为官方没有放出相关的连结，我就不方便拿来介绍了。那首先是
主题发想的阶段。因为我们是以公司的身份参加活动，公司主要是以研发 AI 相关的应用为主，加上前面提到的任务内容，所以我们其实很快就有一个主要的核心想法，那就是全由 AI 驱动的悬疑推理游戏。它不是一般的文字游戏，有一个固定的选项来驱动剧情走向，就是完全靠对话去和 NPC 讲话推进剧情。不过当然，推进剧情也是要有方向，所以我们设定一个故事背景当做 NPC 的沙盒，并且设定一个值当做目标，就像画面上这个神机错乱值。玩家必须靠剧情提供的资讯去问话，慢慢的拼凑出完整的剧情故事。所以为此，我们做了3支剧情影片，每达到一个固定的进度，就会更换一支剧情介绍影片。那影片内就会有不同的角色去讲述他们的观点，让玩家可以知道后续的发展。除此之外，我们的结局也是由 AI 生成的，它会根据玩家跟 NPC 的互动，加上大结局的方向提示词，去生成不同的结局内容以及相关的配图，所以每个人游玩的结果都会不太一样。那如果认真拆解的话，其实游戏本体非常的单纯，就是对话游戏。这也是考量到团队成员几乎都没有制作过游戏的经验，那这个游戏类型算是一个比较入门的类型，但是我们给它套上一个 AI 的机制，让它是一个完全全新的玩法。但是呢，为了要让这个机制可以跑通，我们其实在功能上做了不少功夫。一般如果我们要做到 AI 对话游戏的话，一定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回应速度太慢，讲话完超过1秒才回。第二个， AI 不懂你在干嘛，提示词不够，但提示词太长又会影响到 token 的消耗。第三个，语音辨识不正确，一般中文可能辨识的不够精确。第四个，训练声音模型以及及时回传语音。第五个 ，AI 有延伸的使用费，要思考如何降低使用成本。然后我们上 WebGL 还遇到不能显示中文、不能打中文、麦克风无法启用等等的平台问题。那好在我们的成员都很燥，在没有游戏开发经验的情况下，还是有办法把东西做出来。上述的问题也都在时间内有找出解法，所以以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这样表现已经算是不错了。但很明显的，其实在时间内要搞语音辨识、跟声音训练加回传，还要上 WebGL 可以打字、可以用麦克风等等的，都是牙给自己在给自己找困难。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多做这么多的细节处理，其实不会有人看得出来。但我们觉得这就是一种技术力的展现，但就是有一种在Game Jam展现技术力是否搞错了什么的感觉。OK， 最后总结一下，我觉得这次的 Game Jam 算是我参加过的 Game Jam 里面体验算是数1数2好的。如果有人没参加过 Game Jam， 或在找可以参加的场次的话，明年可以考虑参加格瑞纳举办的 Game Jam。我认为这个对新手来讲会是比较友善的。那最后离开的时候，我其实都有访问一下我同组的成员，几乎一致都是对活动的好评，觉得游戏开发很好玩。那我想明年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组织一下成员来参加。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